今天青红破空，风驰电掣。韩立将全身纵浪游龙般的飞遁速度催动到了极致，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达数十丈、灿烂刺目无比的青色长虹，横跨千万里浩瀚大地的险山恶水，径直朝天南落云宗云霆峰狂飙而去。沿途风云呼啸怒嚎，无尽的山川河流在脚下飞速倒退，化为残影。韩立伫立于漫天青光之中，双眸深邃如汪洋大海。回顾过往岁月，自七玄门山村小子的懵懂入道，到黄风谷的低调求存；自乱星海的漫长厮杀，到大靖昆吾山的滔天决战，再到极北小济公与麒麟渊绝地的魔化血战。一路走来，不知多少昔日红尘故友皆化为了黄土枯骨，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悬于脑后的生死危机。而如今，三枚九彩琉璃光泽流转的解咒丹正温润静躺在特制的风铃木匣之中，散发着至纯至阳、克制一切邪祟恶咒的精纯药力。韩立心头那悬挂了不知多少年月、沉重无比的大石，终于彻底落了下来。多年修仙路上的孤寂与杀伐，在此刻尽数化作了一抹罕见的温情与急切。不多时，前方天际间渐渐显现出那片熟悉无比的群山景象。落云宗山门重重笼罩在浓郁的灵雾与巍峨护山大阵的五彩灵光之下，云霆峰依然拔地而起，巍峨陡峭，直插云霄。韩立并未惊动宗内的普通巡逻弟子，周身青光轻微一晃，便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护山大阵，降落在云霆峰顶的后山密室之前。密室门前，重重鼓静止，正散发着柔和而微弱的灵光。韩立伸手打出数道精纯的手诀，石门在沉闷如雷的轰鸣声中缓缓打开，一股刺骨无比的冰蓝寒气顿时从密室内部扑面而来。石室内部空阔而宁静，四周墙壁皆由极寒至极的冰魄玄石砌成，盘旋着如烟如雾的冷冽寒气。在石室正中央的万年玄冰床榻之上，一道窈窕优雅的倩影正静静躺在那里。女子冰肌玉骨，黛眉如画，绝美的容颜苍白而宁静，双目紧闭，仿佛只是陷入了一场漫长而甜美的睡梦之中。可在其眉心正中，一抹诡异复杂的黑紫色幽芒如复古之躯般微微蠕动，不断散发出冰冷刺骨的风魂死气。此女正是南宫婉。当初在大晋魔元之地，为替韩立挡下致命杀招，南宫婉不惜引动本命封魂恶咒，将自个儿的神魂深层冻结封印，自此陷入了生死不知的长久沉睡。韩立一步步走上前去，轻靠在冰榻旁，看着面前熟睡多载的红颜佳人，韩立那平日里波澜不惊的脸庞上泛起了深沉的波澜。他缓缓伸手，轻轻触碰南宫婉那冰凉如玉的面颊，指尖传来的刺骨寒意令韩立心中微微一紧，但紧接着他双眸中便凝聚起无比坚定与沉稳的光芒。韩立深深吸了一口气，翻手拿出了那个盛放解咒丹的特制木盒，看着盒中那散发着九彩霞光的圆润灵丹，韩立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为了炼制此丹所历经的重重艰险。自大晋拍卖会寻觅主要线索，到赴极北小济公求取乾天冰焰，再到冒死闯入麒麟渊斩杀魔物，抽取九彩煞及灵液，每一位主要的得来都伴随着滔天杀伐与生死博弈，而这一切的付出与拼搏，皆是为了眼前这一刻。婉儿，我回来了。韩立低声自语，声音温和却掷地有声。韩立拂袖一挥，一道浩瀚柔和的青色灵光扫过，将石室内的防御阵法威能提升至极致，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干扰。随后他揭开盒盖，一颗流转着九彩琉璃霞光的解咒丹徐徐升起，散发出沁人心脾、温润绵长无比的绝品灵香。韩立屈指一弹，一道温和无比的本命元灵真气包裹住解咒丹，化作一股流光溢彩的九彩液体，顺着南宫婉那微起的阴唇缓缓流入喉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千万道温润祥和的九彩神光，瞬间沿着南宫婉的经脉百骸狂涌散开。韩立双目一凝，不敢半点怠慢，当即盘膝坐于冰榻前，双手掐诀，第二元婴亦自顶门浮现而出，端坐一旁协助控火引导。韩立将强悍无匹的神识化为千百道细若游丝的灵念，探入南宫婉的丹田与识海深处，亲自引导这股绝品解咒药力。九彩神光所过之处，南宫婉体内原本凝结冰封的经脉如融雪见日般迅速解冻复苏。
那九彩药力顺着百脉汇聚至眉心识海，与缠绕在其本命元婴上的黑紫色封魂恶咒猛烈碰撞在一起，丝丝的腐蚀与爆裂之声在南宫婉识海中骤然爆发。那诡异顽劣的封魂恶咒感受到九彩解咒丹的强大克制威能，顿时发出阵阵凄厉的无形尖啸，化作数条黑紫色毒蛇，死死纠缠不退。韩立眼神冷冽如刀，神识之力全面爆发，化作一柄金色小剑轰然劈下，配合九彩神光展开了雷霆洗礼。更有一缕精纯无比的辟邪神雷顺着神识没入识海，将黑邪恶咒的负面死气化为乌有。在韩立精妙绝伦的神识操控与解咒丹磅礴无匹的药力双重夹击下，黑紫色毒蛇惨叫连连，寸寸崩碎融化。不过片刻功夫，缠绕在南宫婉元婴之上的最后一缕恶咒黑气便被彻底洗涤拔除，烟消云散。封魂恶咒一破，南宫婉体内原本沉寂冻结的修仙真元顿时如大江决堤般欢快奔流起来。冰床上的南宫婉娇躯轻微一震，苍白的娇颜上渐渐浮现出久违的健康红晕，长长的睫毛如蝴蝶翅膀般微微颤动。韩立呼吸微微停滞，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终于，南宫婉缓缓睁开了那双晶莹灵动、清澈如水的美眸。起初他的眼神中还带着几分初醒的茫然与恍惚，但当他的视线聚焦在面前那张熟悉无比的刀削脸庞上时，一抹极度的惊喜与深情瞬间密在他眼底盛开。韩立，南宫婉娇唇轻启，声音略带沙哑，却无比温柔，仿佛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梦境而来。婉儿，你终于醒了。韩立伸手将南宫婉那娇柔的躯体轻轻拥入怀中，紧紧抱住。多年来的风霜雨雪、生死搏杀，在此刻都融化在这温暖的怀抱之中。南宫婉感受到韩立身上那熟悉而沉稳的气息，感受着他那宽阔有力的胸膛，多年来冻结的孤寂与不安瞬间荡然无存。他将脸深深贴在韩立的胸前，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眼角流下了欣喜的泪水。南宫婉轻声吐露，在漫长沉睡的冰冷梦境深处，他依稀能感应到韩立在天涯海角为他奔波的坚毅身影，那份羁绊始终是支撑他守住神魂不灭的精神支柱。两人的神识与真气在拥抱中交融无间，无需过多言语，万般深情与牵挂皆已尽在不言中。解毒苏醒之后，韩立精心调制温养灵药，陪伴南宫婉在云庭峰上静养调息。10数日后，南宫婉的修为彻底恢复，甚至因祸得福，在经历了死生魔力与解咒丹的淬炼后，元婴中期的境界愈发稳固醇厚。数日后，落云宗云庭峰顶，喜气洋洋，红霞漫天。落云宗长老吕洛等一众宗内高层听闻南宫婉苏醒，皆是大喜过望。吕洛更是红光满面，感叹韩立如今神通广大，竟真的将封魂恶咒彻底化解。吕洛亲自主持操办这场筹备已久的典礼，在落云宗诸位长老与宗内固有的见证下，韩立与南宫婉正式举办了双修大典。没有过于排场惊人的喧嚣盛况，只有温馨宁静的至诚祝愿。云庭峰前灵雾升腾，彩霞漫天，两道身影并肩立于云海之巅。韩立青衫飘飘，神色从容沉稳；南宫婉身着精致霓裳，容颜绝世，真意绵绵。二人面向天地万物，与落云宗列祖列宗交换了同心灵佩，共饮合欢仙酒，结为永结同心的双修道侣。漫漫修仙大道，长生路远，凶险万众。绝大多数修仙者在这条枯燥残酷的道路上形单影只，斩断情丝，最终化为红尘枯骨。而韩立与南宫婉经历过血色试炼的最初相遇，经历了天南大战的生死离别，经历了大晋与极北滨海的漫长牵挂，终于在今日解开心结与恶咒，结为生死相依的双修道侣，终成眷属，执手天涯。双修大典之后，韩立与南宫婉在云庭峰过上了难得平静安详的修仙岁月。二人时而在峰顶烹茶论道，研究修仙功法与阵法秘术，时而并肩漫步于云海霞光之中，指点江山，共享岁月静好。南宫婉温柔体贴，将韩立的洞府整理得井井有条。韩立亦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昆吾山与大晋所得的修仙心的上古功法秘籍分享给南宫婉，助其参悟上古道运。可韩立心中明白，
安逸平静的岁月固然美好，但修仙界的风云变幻从来不会因个人的安宁而停歇。如今他已是元婴后期大圆满的绝顶高手，放眼整个人界，几乎立于巅峰之列。淡化神期的大门依然高耸悬空，天地灵气日益匮乏的困境如悬顶之剑。要想打破这一桎梏，突破化神，甚至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飞升大道，就绝不能停下脚步。在此期间，韩立在洞府密室中打坐潜修，开始悉心梳理自己身上的诸般至宝与修仙功法。他翻手拿出了自昆吾山得来的黑风旗与巴陵池2件通天灵宝，神识在其上缓缓扫过。韩立在密室中试验宝物威能，黑风旗稍一挥动，便撕开1道丈许宽的空间裂隙，爆发出吞噬天地万物的空间风暴。巴陵尺随手一挥则绽发出庄严神圣的8色佛光与朵朵净化莲花，皆是不可多得的保命大杀器。此外，他将9彩煞及灵液与先前所得的奇珍异宝仔细归类存放，又抽空温养了第2元婴与天沙魔石。在功法方面，韩立重点研读了从金阙玉书上参悟得来的银科文与范圣真片，特别是那范圣真片上记载的上古法相神功，若能融会贯通，便可凝聚出至高无上的范圣真魔像，配合自己的辟邪神雷与清源剑阵，战力定能翻倍暴增。同时，韩立凝练心神，深入剖析了五行合一与化神期天地灵力的融通法则，为日后冲击化神打下极其坚实的基础。为了让云庭峰的修行环境更加优越，韩立亲自出手，将大晋与昆吾山带回的数条灵脉精魄植入云庭峰地下，使得落云宗的灵气浓郁程度暴涨数倍。同时，他将自身修成的大艮剑阵精简出一套守护大阵法门，传授给吕洛等长老，大大的提升了落云宗的宗门底蕴。韩立更拿出数枚极为珍贵的极品灵石与数尊高阶人形木傀儡赠与宗门，确保落云宗即使在他离去数百年间，亦能稳如泰山，传承绵延。在每日与南宫晚夕阳共赏、晨露听风的悠然岁月里，韩立的道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与洗礼。原本因多年连续血战杀伐而积聚在识海深处的丝丝煞气与执念，在这温情如水的日子里尽数消融瓦解，整个人灵台清明，返璞归真，隐隐触碰到了元婴大圆满向化神期过渡的奇妙道运门槛。岂料正当韩立在云庭峰上静修，享受这难得温情时光之际，数万里之外的天南边界，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与急促的飞剑传输破空袭来。这一日，落云宗山门外突然降下了2道风尘仆仆的遁光，2名身着金色战袍、腰佩星辰古令的修士脸色焦灼万分，急急忙忙向落云宗守山弟子出示了令牌。看守山门的落云宗弟子接过令牌一瞧，面色顿时大变。那令牌之上赫然刻着乱星海第一霸主势力星宫的独门星辰标记。2名星宫使者顾不得一路横跨无尽汪洋与万里疆域的疲惫，直奔云庭峰大殿，双膝跪倒在韩立面前，呈上了一封盖有星宫双圣独门禁制印记的金漆密信。晚辈星宫长老拜见韩前辈，求韩前辈看在往日与我星宫的渊源份上，拯救乱星还与我星宫于水火之中。2名使者声音颤抖，神色间充满了绝望与期盼。韩立高坐大殿主位之上，神色沉静如水。他拂袖一招，那封金漆密信便飞入手中。随着一道青光点出，信上的封印径直消融开来，里面露出了星宫少主林玉灵与天星双圣亲笔书写的告急求援信。看完密信内容，韩立的眉毛微微挑起，眼底闪过一丝深邃的凝重之芒。原来自韩立当年离开乱星海前往大晋之后，乱星海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巨变。逆星盟势力虽然在早年的拉锯战中受损，但其背后竟然暗中得到了来自上古隐士大能与外海大妖的强力支持。逆星盟主6道极圣与万三姑等人休养生息多年后，纠集了乱星海各大邪派宗门与无尽海妖强者，发起了全面的反扑攻势。数年前，逆星盟倾巢而出，纠集了无数邪修与海妖强者，将星宫的主城天星城团团围困。逆星盟更是不惜耗费巨资与无数修士性命，布下了上古禁忌凶阵万星陨灭阵，疯狂抽取周围汪洋与星辰之力，日夜轰击天星城禁制大阵。天星城内如今已是危在旦夕，弹尽粮绝。
最要紧的是，天星双圣因为长期修炼元磁神光功法反噬，寿元本就所剩无几，如今为了抵挡逆星盟的凶猛攻势，双双不惜强行催动本命真元硬抗凶阵，导致体内元磁反噬全面爆发，陷入了油尽灯枯的绝境。在万般无奈之下，星宫少主林玉玲想起了名震大境与乱星海的韩立。他深知韩立如今修为早已真至元婴后期绝顶，且手握大艮剑阵与诸多逆天手段，更是掌控着破解元磁神光反噬的关键法门。唯有请动韩立重返乱星海，方能解开天星城之围，拯救星宫与乱星海无数生灵。两名使者补充道，星宫已在秘密据点准备好了前往乱星海的古传送阵与充足的大型传送灵石，只等韩立一声令下。看到这里，韩立缓缓收起密信，指尖在案几上轻轻叩击，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一旁南宫婉见状，温柔地走上前去，握住了韩立的手，轻声说道：“夫君，你若决定要去乱星海，我便陪你同去；若你要在宗内潜修，我也与你共同面对。”韩立转头看向南宫婉，眼底流露出一丝暖意，微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道：“婉儿不必担忧，乱星海这一趟，我确实非去不可。”韩立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全凭一时的义气或往日恩情，而是经过了极其冷静而深远的推演盘算。首先，当年在乱星海时，星宫与少主林玉玲曾多次向他提供庇护与珍贵资源，天星双圣意对他有赠法与指点之恩。修仙求道固然讲究顺应本心，趋吉避凶，但心中大义与因果执念若不能了结，日后在突破化神迎接心魔劫难时，便会留下致命的漏洞缺口。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天星城地下深处耸立着的正是人界罕见至极的元磁神山。韩立要想修成至高无上的元磁神光，就必须借助元磁神山的本源磁力进行合一淬炼。唯有修成元磁神光，他才能在天地灵气枯竭的人界拥有冲击化神器大门的核心资本与底气。无论是为了了结往日因果，还是为了获取元磁神山冲击化神，乱星海之行都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想到此处，韩立眼中寒芒一闪，豁然站起身来。两名星宫使者见状，眼中露出了极度的喜色，急忙再次叩首：“前辈应允了。”韩立居高临下，淡然开口道：“你二人先在云亭峰下歇息调理2日，待韩某将宗内事务交代完毕，便随你们启程重返乱星海。”晚辈遵命，多谢韩前辈大恩。两名星宫使者感激涕零，恭敬退下。待使者退去后，韩立当即召集了落云宗诸位长老，安排好宗内各项大阵运转与日常事务，留下了足够的保命灵丹与法宝符箓，确保落云宗在他离开期间固若金汤。出发前夕，南宫婉亲手将一件由同心丝与雪蚕蚕丝编织而成的软甲赠给韩立，寄托着无限的思念与庇佑。韩立将其穿在身上，感受着温热的情丝与沉甸甸的关怀，眼神愈发坚定。次日清晨，云亭峰前，青云翻滚，韩立与南宫婉并肩立于高空之中。南宫婉虽有心随行，但韩立知晓乱星海如今大战正酣，凶险万分，便叮嘱南宫婉留在落云宗主持大局，并闭关巩固修为。婉儿，安心在宗内等我归来，待我平定乱星海大局，取回元磁神光法门，便回天南与你长相厮守，共寻化神飞升之路。韩立深情凝视着南宫婉，温声承诺道：“夫君万事小心，我在云亭峰等你。”南宫婉美眸含泪，却笑颜如花，重重点头。告别之后，韩立不再迟疑，周身青光如电轰然爆开，化作一道长达100丈的惊天青虹，带着两名星宫使者，横空破开云海层叠，以惊雷之势直扑乱星海传送大阵所在方向。风起云涌，杀机在临。告别天南的平静温馨，韩立再次踏上了血雨腥风的征程。乱星海的天星城危局该如何破解？逆星盟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强敌？元磁神光的极致修炼又将掀起怎样的惊天浪涛？属于韩立的修仙传奇正在乱星海的浩瀚波涛中开启全新的震撼篇章。在这漫长修仙长生路上，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他终将破开苍穹束缚，
羽化登仙。